北京到广州坐飞机3个多小时，上海到武汉坐高铁要4个多小时，成都到西安开车差不多10个小时。能不能再快一点呢？可以的，也许超级高铁可以帮到你。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超级高铁。什么是超级高铁？它发展到哪一步了？它真的是未来的理想交通工具吗？好，现在我们就进入主题。2012年 Elon Musk 首次提出了他关于未来超高速运输系统的构想。在最初发布的设计里，这个被装在半真空管子里面靠电磁力推动的车厢，由于干掉了影响车辆速度的2个传统因素，摩擦力和空气阻力，所以可以以接近音速的每小时1200多公里的高速行驶。掰着指头算一下，一样是上海到武汉，要是超级高铁开通了的话，只需要40分钟就够了，意味着你可以早上吃完热干面，然后准时的出现在陆家嘴跟同事们说 morning， 厉害吧？那么超级高铁靠什么让自己开得这么快呢？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啊。拿你喝珍珠奶茶时的状态举例，超级高铁的车厢就像是你吸进吸管里面的一粒珍珠，只不过推动它前进的力除了空气压力以外，主要是电磁的排斥力。童年幸福的宝宝一定拿2块磁铁这样玩过，那么吸管本身肯定就是超级高铁运行其中的管道了。我们都知道啊，当车厢快速往前移动时，会压缩前方的空气，而聚集在管道前方的压缩空气会产生大量的阻力，使车速下降。该怎么办呢？把管道抽成真空行不行啊？看来你很机智哦。可是可以啊，但难度太大，而且还相当危险。后面我们会说到的。所以超级高铁的管道里并不是完全的真空，只不过里面的空气的确是被抽走了一大部分，然后在车厢头上装上像是飞机引擎上一样的压缩风扇，一边前进一边吸入前方的空气，把它们导向车厢后方，获得额外的推力。同时它还有更大的作用，就是将这些压缩空气吹到车厢下方，形成一个能够让车厢浮起来的气垫，这样连摩擦力也没有了，一举2得后，能跑得不快吗？当然，超级高铁还有另外的优势啊，由于完全封闭，所以完全不受天气的影响，甚至连地震也不怕，因为支撑起管道的高架桥墩都采用了弹性的抗震设计，再加上每一节的管子都是独立的一个个单元，即使坏了也能够很容易的修复和替换，所以安全性也相当的理想。最后，由于几乎没有摩擦力和阻力的影响，所以只需要很少的能量就能够推动超级高铁跑起来了，简直是清洁能源最好的用武之地啊！如果能配合马斯克自己家的太阳能电池板一起用，那就更是比翼双飞，神雕侠侣了。问题是，自打提出这个概念并丢出一份白皮书之后呢，马斯克并不像他以往那般身体力行的投入到超级高铁的打造中去，只是每年在洛杉矶 SpaceX 总部的一条测试跑道上举办一场比赛而已。这是什么鬼啊？是给年轻人留机会，还是放个烟雾弹让竞争对手们吭哧先杀出一条血路来，然后再去收割？或许也可能只是他觉得殖民火星才是人生目标。不管怎么样啊，现在的确是有几家公司连同几个国家一起在抢着要建出第一条真正的超级高铁来了。理查德·布兰森这几年被埃隆·马斯克盖过了风头的亿万富翁，正在用自己的维珍超级高铁1号实践着马斯克的梦想。助力这个梦想的是印度和沙特，这2个国家放在一起怎么有点……总之啊，布兰登已经说服了印度联邦运输部长以坐火箭的速度升级一下自家的火车系统，在孟买和新德里之间修一条维珍超级高铁。至于完成时间嘛，就跟印度一样神秘。沙特这边呢，是希望用超级高铁来连接起它在海湾的几个主要城市，为每年穿梭期间的4500万个乘客提供1小时内到达的都市圈服务。尽管已经同意使用维珍的超级高铁系统展开一系列国家级的可行性研究，并建设一条35公里长的测试轨道，但维珍在这里却有一个强劲的对手——超级高铁运输技术公司，简称超级高铁 TT， 也计划在沙漠中央建起一条跑道，连接起迪拜到阿布扎比，全长150公里的铁路只需要15分钟就嗖的一声到达了。剩下的公司和剩下的时间表还有准备在2028年连接起欧洲的 HART， 延续了欧盟的传统啊。HART 本身也是由荷兰、波兰、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几家公司联合成立的，希望他们不要在还没有建起之前就闹起了脱欧的矛盾。所以我们有希望在下一个10年就看到超级高铁遍地开花吗？我严重怀疑。既然超级高铁那么美好，为什么中国却显得完全无动于衷呢？日本高速铁路的发明者同样也毫无动静，为什么呢？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之后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超级高铁的美好几乎都是在纸面上的。作为一个交通运输工具，能够既快速又经济的把乘客或者货物从 A 地运到 B 地，才能够产生出价值。而根据一份资料显示来计算，超级高铁的载客量大约是每小时1120人次。比较起来啊，空客 A320 目前最流行的载体客机每小时的载客量大约是2472人次，而我们的 CRH380AL 一次可以载客1066人。如果在高峰时刻，比如春运的话，每小时载客量能够超过
过12000人次，超级高铁怎么比？另外，从车辆本身来说啊，不用装在管子里面的磁悬浮本来就已经有了，而且还在越来越快，为什么还非要造个管子把它们放在里面跑呢？你真不怕大气压力发威的时候吗？最后，超级高铁告诉我们很省钱。是的，谁都知道没有了阻力，轻轻一推它就跑。但减少阻力本身它不花钱吗？谁来抽出空气？谁来让车厢浮起来？是不用开工资的奥利给吗？好了，基本上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更快的交通方式肯定会出现，但究竟会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留言来讨论。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这个东西叫做特斯拉阀。由怎么看都不像是地球人的天才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设计，并在1920年取得了专利。它能够让流体顺利地从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流动，但若是反过来呢，这几乎就难以流动了。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当然我这儿条件比较简陋，没法拿真正的流体来做演示，那就用盐吧。我先从这个方向撒一次盐。咱们忽略掉从上面弹出来的很多盐粒啊，只关注留在凹槽里面的那些。从慢镜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盐粒在进入凹槽之后并没有受到什么阻挡，一路就奔向下面的出口了。我用秒表掐了一下，从倒入开始到第一波盐粒出来，大约花了5秒多钟的时间。当然，这是在慢动作的情况下。好，接着呢，我们将它反过来再看看。同样多的盐，同样的倒法，同样的倾斜度，然而很明显啊，盐粒的移动慢了很多，从倒入到漏出差不多用了10秒钟，而且流量还很少。我们把前后这2种情况的画面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就更加明显了。那么我今天为什么要说它呢？因为它很有可能让普通人也能够负担得起太空旅行。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未来的火箭引擎。我们都知道啊，想要进入太空呢，花费巨大。这是因为常规的火箭发动机既要携带燃料，还需要携带氧气，所以很容易就让它陷入了一种十分令人尴尬的循环当中了。如果想要发射更重的载荷呢，就需要携带更多的燃料和氧气，但这样做也会使自身变得更重，于是又需要增加更多的燃料和氧气来推动更重的自己。不过这样一来嘛，重量又增加了，又需要更多的燃料和氧气，这样一路堆上去呢，就将火箭重量的96%都堆成了。只是在用来将自己推出大气层而已。真正要运送的货物呢，只能是火箭尖尖上那一点点的大约4%的质量而已。你说你为了看场电影，就必须要把整座电影院的票全都买下来，不气吗？气啊！但火箭方程式就是这样的，谁也无法改变啊。除非不用这个方程式。你想过没有啊？火箭发动机之所以既要带燃料又要带氧气，不就是因为外层空间没有氧气吗？但大气层内有啊，而它也会在大气层内飞行很长一段距离啊。为什么不在这段距离内使用类似于飞机上的可以自己吸气的喷气式发动机，然后出了大气层再切换成普通的火箭发动机呢？这样一来，不是能少带很多的氧气了吗？省下了空间，增加了效率，也大大降低了进入太空的成本呀。其实啊，将喷气式发动机的效率与火箭发动机的动力结合起来的想法呢，并不新鲜了。但从历史上看啊，它们还不能称之为一个系统，因为两者还是相对独立的。比如维珍银河和维珍轨道，它的做法就是先用一架普通的喷气式飞机将火箭送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再释放它，点燃火箭发动机来完成太空旅行的最后一段路程。当然也有反过来的例子，比如 NASA 的 X-43，这架史上飞得最快的飞机呢，就是先靠火箭发动机将自己推到一个极高的速度之后，再使用可以呼吸空气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来继续加速飞机，使其最终的速度几乎达到了声速的10倍。所以看起来，这似乎是一条能够走通的路啊，只需要把它们整合成一个系统不就好了吗？但这儿恰恰就是卡住了人们脚步的地方了。NASA 和罗尔斯罗伊斯，就是那个跟劳斯莱斯用一样的标志，但是不造汽车只造航空发动机的公司了，都曾经尝试过，但也都因为技术和预算上的原因最终放弃了。不过一台叫做 Ferris 的发动机想要再试一试，他凭什么以为自己能够在巨人们倒下的地方站起来呢？凭他用的是跟巨人们完全不同的技术。
常规思路啊，设计一台可以呼吸的火箭发动机，就是要把喷气式发动机跟火箭发动机整合到一起。于是，在速度较低的时候呢，就需要用到压缩机来对进气进行压缩；而到了速度较高的时候，进气可以自己把自己给压缩了，压缩机反而成了负担。你就得要想办法来绕过它。这样一来一回，既增加了研发难度，又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还不见得效果有多好。看看事故率超高的 SR7 黑鸟和一直到现在都点不了太长火的超燃冲压发动机就知道了。那如果不按照常规思路呢？比如直接把压缩机给拿掉，可以吗？Ferris 呢就是这么做的啊，而且它更加极端啊，整台发动机里面竟然没有一个活动的部件，但却试车成功了。你也许会问啊，没有活动部件，它靠什么来压缩进气呢？答案就是靠我们一开始讲的特斯拉阀了。混合燃料在燃烧室被点燃之后呢，就会自己通过分布在发动机里面的特斯拉阀管道吸入空气。运动的越快，燃烧的越旺，吸入的空气也就越多，空气被压缩的也就越厉害。反过来又会支持更猛烈的喷发，简直有点永动机的味道。这也是质疑它的人发出的最多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啊，它在第一次地面试车当中的确证明了自己的工作原理是可行的。虽然暂时肯定是无法把任何东西发射到太空上去的，但至少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也给了我们一些美好的期待。其实啊，我特别想跟大家讲讲它具体是怎么利用特斯拉阀的，但翻遍了资料都找不到任何的线索。不过也很正常，人家正在申请专利，是不可能在没有拿到专利的时候就把内部结构展示出来的嘛，否则我也可以用 3D 打印造一个出来了，对吗？好，说到这儿呢，还是老传统啊，留下你的精彩评论，然后评论点赞前3的朋友呢，就会收到我送给你的这个特斯拉阀的模型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有个好消息，我们又在一个曾经被国外卡脖子的技术上实现突破了，那就是用在火箭上的复合材料燃料箱。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有点让人激动的东西。跟火箭发动机比起来，火箭燃料箱通常不太被大家所关注，但其实它却相当重要。一方面要实现作为容器对液体推进剂进行储存、增压输送等功能，另一方面呢，也要作为火箭的主体结构来传递飞行作用力，所以对它的结构强度、可靠性和轻质化的要求都很高。也许大家听说过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目前大部分火箭燃料的注箱壁厚只有5毫米，甚至有一些只有3毫米。相对于动辄3到5米，甚至大到10米的火箭直径而言，这些3、5毫米的壁厚其实比易拉罐还要薄。做这么薄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减重，因为注箱的结构重量占火箭舰体结构总重的50%以上。如果把它减得够轻，那火箭自身的重量也就变得更轻，自然就能送更多更重的载荷上太空了。目前制造火箭燃料注箱大量使用的材料是铝合金，比如铝铜合金、铝锂合金等等，它们就既符合又轻又强的特点。但总的来说啊，它还是金属，所以密度并不小。就拿最先进的铝锂合金来举例，它的密度每立方厘米大约是2.7克，相比起来啊，复合材料的密度只有每立方厘米1.7克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用复合材料来制造火箭燃料的注箱的话，可以直接减重30%左右，对有效提升火箭的运载能力可谓意义重大。那么它的强度跟金属材料比起来又如何呢？复合材料的比强度是铝锂合金的6倍之多，所以完全没有问题。这里啊，我可能需要解释一下比强度这个概念。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材料的强度与重量之比，比强度越高，意味着能够用更轻的质量来达到更高的强度。所以综合起来啊，复合材料注箱又轻又强又抗疲劳，而且还可以降低火箭的综合成本哦，因为它的生产工序少，制造周期短。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相比起金属注箱，可以把火箭的综合成本降低大约25%左右，是不是太完美了？可是啊，在这之前，这项技术却是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的，帮我们甩出了很多条街。比如在几年前 ，SpaceX 就能做出直径12米的复合材料燃料箱了，而且还是用来装液氢的。大家都知道液氢多冷啊，零下200多度，用复合材料装它，竟然不会脆、不会裂、也不会渗漏，这简直难以想象。而彼时的国内，连铝锂合金的燃料箱都还没有实现突破，只能望着别人的背影卯着劲使劲追。好了，总算2021年1月22日，我国首个3.35米直径复合材料注箱的原理样机在火箭院诞生了。我们也打破了垄断，成为了全球少数几个具备生产这种先进注箱的国家之一了。
在骄傲的同时也真的对中国科研人的精神由衷感到佩服，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从复合材料注相的结构设计技术，到多尺度复合材料的渗漏抑制技术，从高精度自动铺放技术，再到可靠的粘接密封技术等等，每一项都需要跨过很多道坎，并且很多都是属于国内的首次尝试，真的很不容易啊。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成功的原理样机，并且直径也还只有3.35米，装的也是温度不算太低的液氧，离我们刚才说到的 SpaceX 那12米直径装液氢的复合材料注相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里程碑既然已经被擦下了，那么追赶的步伐也会被继续放大，属于我们的太空时代终究会来临的。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你能相信吗？帆船为了让自己开得更快，居然能够凭空造出风来。这是怎么回事？时速100的发动机能够把汽车开到时速200吗？当然不能啊！但是帆船就能用时速46公里的风把自己开到接近130公里的时速，超过发动机近3倍。这又是如何做到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看起来非常反直觉的现象。作为自身不带动力的帆船，风就成了其唯一的动力来源了。而常识告诉我们，风在后，船在前，直接对着它吹，能够把最大的风力传递到船身上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理应使船跑出最快的速度，没错吧？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最快速度有可能达到，甚至是超过吹着它前进的风的速度吗？我们来看看啊。随着船速增加呢，船和风之间的速度差也在逐渐的减小，而帆船的推力正是来自于这样的速度差。速度差减小了，意味着帆船所获得的推力也减小了。但是有样东西却在不减反增，那就是帆船所受到的水的阻力。最终呢，仅剩一点的推力和阻力达到了平衡，帆船便失去了加速度，只能定格在一个比风速略小的速度上匀速前进了。看起来即便是在理想情况下，帆船应该连跟风速平起平坐的机会都不会有，哪还能超过它呢？但真实情况就是现代帆船不仅能够比风跑得快，而且还能比它快很多，这不逆天了吗？好比说你的同学抄了你的试卷，居然超出了比你高好几倍的成绩，你说这气不气人啊？才真不怪人家，关键是人家对于答案的理解深度是跟你不一样的。帆船对风的理解也不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么直白，在他的眼里面它不是帆，而是机翼。就像是风并不会直接从下往上吹，然后把机翼连带整架飞机吹起来一样，帆也不会让风直接对着它的后面吹，而是跟机翼一样，与风之间保持一个相对的水平关系，然后利用更加强大的升力来使它前进。所以鼓起来的船帆从截面上看起来呢，也就长得跟一只机翼没太大区别了。伯努利效应在这里也秀出了自己的肌肉，看起来似乎跟空气有点关系的，就很难跑出伯努利的掌心啊。关于升力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相关的话题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建议一会儿一定要去刷一下哦。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帆船把风从作为推力升级成作为升力后该怎么操作。由于升力的方向是垂直于风向的，所以想要让帆船向前开，那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让风从帆船的正侧面吹过来，然后把帆以一个较小的夹角对齐风向就好了。看起来跟飞机的机翼要做的事情简直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风作用于帆产生的升力正好跟船头的方向一致，自然就能够让帆船前进了。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帆船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其自身跟风之间的速度差，所以哪怕它开的是越来越快，只要风速不变，也能够获得持续而稳定的动力来源。换句话说，就是由风提供的加速度是始终存在的。那么这样讲起来，这个时候的帆船是不是就能够一路高歌，越跑越快，然后超出风速的数倍呢？很遗憾也是不行的，因为别忘了随着船速增加，水对船身的阻力也同样是在增加两者还是会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呢，船速又被锁定了。那么有没有能够打开这把锁的钥匙呢？有的，那就是增加风速呗，因为风速越大，所能够提供的升力也就越大。你看飞机在起飞时为什么要拉满发动机，让自己加速到时速几百公里？不就是为了提高吹过来的风速，产生足够的升力吗？但问题是人家飞机是有发动机的，想要风速呢可以自己创造。你海面上的帆船有自己造风的能力吗？不可思议的是，有的。实际上，让帆船产生更大升力的、更大的风，就是由它自己创造出来的，然后供自己使用的。我怎么有种仿佛在说左脚蹬右脚就能够飞起来的感觉呢？但实际上，在这儿呢，它是相当科学的，是由运动的相对性所决定的。
这一点相信民间发明家黄渤深有体会。全方位多维立体加速感应器，可以让你在瞬间感受到同时电车的感觉。在海面上，如果你静止不动，会感受到真风，也就是原本真正的风速；而如果你动起来，就会感受到势风。这个跟你运动的方向、速度以及它跟真风之间的关系有关，是个相对概念。相信坐在黄渤拖拉机里面的乘客对此都有着深刻的理解。真风、传速、势风都是矢量，都有方向和大小，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如下。可以看到啊，在真风不变的情况下，传速越快，势风也就越大，而真正作用到帆上的其实是势风，那也就是势风越大，产生的升力也就越大，把传速推的也就越快，越快的传速再反过来增加势风，又可以让传速变得更快。你看啊，它们之间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完美的正循环关系：势风增大，升力增大，传速增大，然后势风增大，升力增大，传速增大，然后这个循环无限进行下去，岂不早晚超光速吗？哎，想得美啊！势风的大小的确在不断的增加，但是它的方向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呀，而且是越来越朝着正逆风的方向改变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改变帆的位置来迎接越来越大的势风，从而产生出越来越大的升力，但是由于升力的方向是垂直于风向的，也就是势风的方向，当势风变得越来越靠近正逆风方向时，升力的方向早就不再跟帆船前进的方向一致了，而是越来越斜，越来越斜，直到把帆船推翻掉。所以能够自己造风的帆船也是有个度的，只要不偏不倚，正好调到了那个度，不仅能够比自己的发动机还跑得快，而且呢还能跟自己的发动机反着干，逆风而行。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烧水不烧油的汽车呢，大家可能还要再等等，但只用烧水就能够上天的火箭，可能真的快了。水火箭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带蛙形式，在瓶子里面的水瞬间被冲出来之后呢，少说也能够把火箭推到2-3层楼高。在夏天不失为一种既凉爽又刺激的娱乐活动。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看成是娱乐活动的话，那可就小瞧水火箭咯，因为它的潜力可不只是逗你玩那么简单。美国的一家商业航天公司 ARCA 就打算真的用水火箭来把卫星送上太空。它会怎么做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非常奇葩的火箭项目。其实从底层逻辑来看啊，火箭喷水上太空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可思议。你看一支正常的火箭啊，靠的是把成百上千吨的燃料迅速变成高温气体，然后向下喷出，获得反重力将自己推上轨道。根据齐奥尔科夫著名的火箭公式啊，其本质在于往下丢的质量的大小和速度，只是形式上传统火箭选择了先燃烧再喷出而已。那我要是有办法跳过燃烧这一步，直接把燃料快速的丢出去，不也是一样的吗？这就是水火箭的理论基础了。于是，在阿尔卡公司的水火箭里面呢，本来应该是装着燃料的注箱里面改为了装水，当然这些也不是普通的水，而是被加热到了250摄氏度的高温高压的水。本来该装着的复杂的火箭发动机呢，也完全被省掉了，因为注箱里面的水自带高温和高压，已经替你发动机把活给干掉了。于是阿尔卡的水火箭基本上就是一个大水罐，后面加个喷嘴而已。在发射的瞬间啊，水气化成水蒸气喷出来，利用反重力将火箭喷到天上去。这也真的行吗？还真行啊！不仅理论上行，而且实际上呢，阿尔卡都已经造出原理样机，并已经开始在进行地面试车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行的。用水作为工具来推动火箭，有一个亮瞎人眼的优势和一个丢人现眼的劣势，分别是极高的推重比和极低的比冲。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概念啊。推重比是指发动机的推力与火箭的重力之比，显然推重比越高，说明发动机的推力也就越大，越能够把更重的火箭抬起来。比冲指的是发动机的工作效率，通俗点理解就是每消耗1个单位的推进剂所换来的总的推力大小。很明显，它的指标也是越大越好啊。那既然在水火箭上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该怎么办呢？阿尔卡非常懂得取舍之道，既然我的优势是逆天的推重比，那就把它用在火箭的起飞阶段，成为一个力大无比的第一击。
因为这个阶段最需要的就是大推力了，对比冲的要求呢倒是没那么高。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火箭的助推器都是采用固体燃料的，因为固体燃料推力大呀，可以在地面起飞时迅速的将火箭推出地球重力井的底部，等到了一定的高度，再由比冲更大的第2级甚至是第3级发动机继续把载荷送上轨道。所以阿尔卡给自己的水火箭起名 LAS， 意思就是发射辅助系统，上面既可以装自己的第2级火箭，当然也是可以跟队友打配合，当成是别人的火箭的助推器使用。理由就是我的推重比可是比那些固体助推器更厉害的哦。它不仅有一次性使用的，而且还有可以垂直降落重复使用的版本，靠喷水实现火箭回收。马斯克，你听了就说你怕不怕吧？说到这儿，这一切是不是还是像一个玩笑呢？为了打消你的疑虑我们来谈谈它在技术层面的细节。相信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这几点它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它的发动机，姑且还是叫它发动机吧，的具体工作原理是什么？它又是如何来把自己柱箱里面的水烧到250摄氏度的呢？首先，虽然它是一个大锅炉，但阿尔卡并不打算真的轰一个巨大的不锈钢锅炉上天，它全身上下都是由复合材料打造而成的。理由是复合材料能够更好的耐受柱箱里面的高温高压的环境。整个复合柱箱呢分为内外2层，内层用来隔热，外层用来成立。隔热层需要确保传到外层的温度不高于110摄氏度，否则就会让外层材料当中的环氧树脂发生软化，引发成立体的失效。一次性使用的水火箭长得细细长长，可回收重复利用的水火箭则长得粗粗壮壮。具体原因后面我们马上就会说到，它们跟发动机喷嘴的形状有关。那就接着说发动机跟传统火箭不同，水火箭上面的大锅炉是不需要用到增压输送系统的，因为光靠水蒸气报废时的自身增压就够了。另外，计算机仿真还发现，由于水火箭的推重比实在是太逆天了，它起飞时由巨大加速度带来的机械压力竟然也能够起到很好的增压效果，两者一加完胜传统增压。那传统火箭发动机里面的那套极其复杂的输送系统呢？在这儿还需要吗？不用了，直接在管子上加个带阀门的雾化器就可以了。然后就来到了喷嘴部分，它的喷嘴分成2个类型，一个是一次性使用火箭上面的传统中型喷嘴，另一个则是可回收版本上的环形气间喷嘴。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堪称是推进系统的奇迹的气间发动机了。所以我一早就让大家不要小瞧水火箭了嘛。至于气间发动机本身呢，说起来比较复杂，在这儿我们就不再展开了。感兴趣的话留言告诉我，咱们另选一期来讲一讲。可回收版本上之所以要用到成本并不低的环形气间喷嘴呢，是因为它的飞行高度更高，对比冲和推力的要求也就更高。另外，在垂直降落时也需要用它来进行精确的姿态调整在这个环形气间喷嘴总共32个推力室里面呢，有8个4组在降落时是需要再次打开喷水的，以此来作为姿态控制，算是扮演了矢量发动机的角色。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烧水的问题了，它靠的是电阻丝加热。这些电阻丝被埋设在柱箱内部，在地面准备时就开始连上外部电源加热了。当然，光靠地面加热后带来的余热肯定是不够的，尤其是需要再次喷水的可回收型。你能保证它在飞了几十秒之后还能有稳定的温度和压力吗？所以在火箭上还有一套独立的电源系统，用来持续的对柱箱里面的水加热，而且功率不低，据说总输出可以达到42兆瓦。想到这些都是由锂电池来提供的，我不仅在此对这3位科学家生出无比崇敬之心。好了，虽然怎么说怎么都像不靠谱，但是水火箭还是有其研究价值的。不光阿尔卡正在践行，这方面的相关科学论文也是早有提出的。航天科学上有很多都是反直觉的，一些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的东西也是有可能实现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夏天去观摩一次水火箭的发射现场。心飞扬，透心凉。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好莱坞电影有一个相当经典的画面，主角在最后关头从一辆即将爆炸的汽车里面爬了出来，然后狂奔逃命，在最后一瞬间呢离开了爆炸伤害的范围，但是却在巨大气浪的推动下往前飞了出去。当然肯定是不会受伤的，不过咱也不关心这个，我关心的是爆炸把它推出去的这个过程。你说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推动火箭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看似奇葩但却实际存在，准确讲应该是存在过的火箭推进方式。
首先，咱们得要知道常见的火箭推进方式是怎样的。就拿目前我国推力最大的长征5号运载火箭来举例啊，在它的第一级的舰体四周呢，捆绑着4枚装着液氧和煤油作为燃料的助推火箭，而它的第一级和第2级舰体本身呢，装着的是液氧和液氢作为燃料的火箭发动机。当火箭点燃啊，这些液体燃料会猛地往下喷射，在牛顿第3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作用下呢，就往上加速飞了出去。但是这其中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些燃料的体积和质量其实挺大的。尽管火箭自己已经做得够大了，但是带上天的燃料还是十分有限啊，顶多烧个几分钟就烧完了。虽然已经能够把火箭加速到每秒10来公里的速度，使它脱离地球的引力束缚，但是想要继续再加速呢，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在我们想要到一些稍微远一点地方去的话，比方说最近的邻居火星，都要慢悠悠的飞上9个月的时间。要是火箭能够一直拥有推力，一直在加速的话，岂不能把星际间旅行的速度加快很多吗？既然只是携带的燃料受到了限制，那能不能在燃料上下点功夫呢？有什么样的燃料能够持续的烧上很久呢？你一定已经想到了吧？那就必须是核燃料了。对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了——核动力火箭。而且啊，根据作用方式的不同呢，还分成了2种不同的类型。一种说出来就像是开玩笑一样，把自己给炸出去的；另一种呢，稍微正常一些，也是喷出去的。那么我们下面就详细的来讲一讲。先说第一种啊，爆炸推进式。抱歉，这个真的是有点太无厘头了，怎么说都怎么像是在闹着玩一样。但是在20世纪50到60年代呢，这可是一个被非常严肃对待的想法，并且呢还催生出了一个美国的秘密项目——猎户座计划，旨在利用核爆炸的力量将一些极端的载荷送入到地球轨道，甚至是更远的地方。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当严肃的称呼的——核能脉冲推进。最开始由著名核物理学家斯坦尼斯拉夫·乌兰在计算后提了出来。他最初的想法是在火箭发动机的燃烧室里面引爆一枚小核弹，然后利用水作为推进剂来推动火箭。不过很快呢，他就将这个想法升级成了一个更好的模型，即在火箭的外部投放核弹并引爆来推动火箭。他是这么工作的啊。火箭尾部会以每秒2到4枚的速度向后投放小型核弹，这些小型核弹每一枚大约有5000吨的 TNT 当量，在它们爆炸之后呢，会将大部分的能量以冲击波的形式输入到火箭尾部的一个挡板上，并推动火箭前进。就在这样一次一次不断爆炸的冲击力量之下呢，火箭就能以脉冲的形式不断往宇宙深处进发了。这个想法在今天看起来呢，是怎么看怎么不靠谱，但是在2战刚刚结束那阵子呢，人们对于和平利用核能正处在最疯狂的那段时间里面，所有人都觉得，这个点子妙极了。其中就包括那位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提出了戴森球的那位戴森。于是啊，政府很快就拨出了数百万美元，要求这帮科学家把这个奇妙的想法发展成为一个可以实际工作的模型。很快啊，一个直径1米、长得像颗子弹、装着常规炸药的模型便制造出来了。在实验当中呢，它居然真的能够骑着一连串的爆炸在空中稳定地飞出一段距离。根据计算啊，这种情况到了真实比例的猎户座飞船上也会是极其相似的，能够提供出2到4 G 的加速度，可以同常规的化学火箭相媲美。而且啊，这种脉冲推进的方式反而还可以为航天器的设计带来一些原本没有的优势，因为它可以做大，做得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把航天器做大做重了，才能更有效地吸收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于是啊，这就跟阿波罗飞船和土星5号的建造思路完全不一样了。前者是要讲究怎么轻怎么好，用的都是一些轻质的复合材料，而猎户座呢，则可以直接用上最普通的钢材，在最普通的工厂里面用最普通的流程制造出来。实际上，造它跟造艘核潜艇没有什么两样，两者都是能够支持船员进行一次长时间的旅行而已，并承受一定的压力。显然啊，太空中所承受的压力远不如深海当中承受的多啊。弗里曼·戴森通过计算表明啊，载人的猎户座飞船可以吸收每秒大约10米的加速度，所以想要进入地球轨道的话，只需要携带大约1000枚小型的核弹就可以了。而想要进行星际旅行的话，那就多带点核弹不就好了吗？一直炸一直加速，想要加速就一直炸呗，很理想吧？不过发射这样的火箭，场面想必也很炸裂吧？一枚火箭伴随着蘑菇云一起缓缓的上升，我怎么都想不到这是在探索宇宙，反而是觉得在毁灭地球。
大量的核辐射怎么解决？万一发射的过程中，火箭肚子里面的数千枚核弹一起爆炸了怎么办？这些在冷战时期不太受重视的问题呢，随着冷战的结束被逐渐搬上了台面，公众的情绪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曾经被吹捧的能够替代土星5号将人类送上月球的猎户座计划，也就永远被叫停了。化学火箭虽然效率很低，但是毕竟安全所以迄今为止呢，还是我们离开地球的唯一选择。说到这儿，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难道利用核能就没有稍微温和一点的方法吗？除了炸它，就不能有别的办法吗？你还真别说，有的，也是美国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搞过的，就叫做核推进计划，目的也是想要用更快的速度实现星际旅行。它是这么来工作的利用核反应堆产生的高温来加热氢气，然后这些高温氢气会从火箭尾部的喷口以极高的速度喷出，为火箭提供推力，并且呢，这样的推进效率会是化学推进剂的2到3倍，再加上不需要像化学火箭那样携带液氧了，省下的大量空间都可以装上更多的液氢，够火箭持续加速好一阵子了，从而实现把到火星的旅程从9个月缩短到3个月，让宇航员在太空当中呢少受一点辐射。不过宇宙辐射的确是能够少受一点了，但是飞船上不是也自带一些辐射吗？两者一加呢，到底是辐射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还真不好说。的确虽然听起来跟前者的爆炸式推进比起来温柔了很多，但是风险却没有少多少，依然还是会在发射时产生大量的核辐射，依然会面临随时变成一枚巨型原子弹的风险。尽管 NASA 在50多年前就已经证明了用核能来推动火箭是可行的方案，但是它就算摆在那儿，我们谁也不敢用除非用更加安全的核聚变。NASA 最近发现了一种在金属固体原子间引发核聚变的方法，叫做晶格约束聚变，据说能够为未来的深空探测任务提供一种全新的能源模式。传统的核聚变呢有2种，一种叫做惯性约束，此时的核燃料，比如氘或者氚，被激光压缩到极高的水平，然后才能在极短的纳秒级水平的时间里面呢发生核聚变，释放出能量。另一种呢叫做磁约束，燃料在等离子体中被加热到温度远高于太阳核心的温度之后，才能发生核聚变反应。这2种方式目前输入进反应堆的功率都远高于输出的功率，而且体积庞大，完全无法在航天器当中利用。但晶格约束却可以在室温条件下创造出使单个原子达到聚变融合的条件，这就非常厉害了。尽管离真正投入使用还差得很远，但是基于此的研究一定会为未来的深空探测和星际间旅行带来新的能源解决方案。也许核动力火箭真的是很快就要呼之欲出了。好了，关于这点你是怎么看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咱们多多留言来互动吧。可以轻转旋翼的 VR 语音，相信大家都挺熟悉的。但是可以轻转旋翼的无人机，你有见到过吗？就像这架一样。我很有幸在极飞的黑科技发布会现场呢，见到了这架突破想象的无人机。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下面呢我就来讲讲这次充满魔幻的探访之旅。好，现在呢咱就在机场马上就要去广州看黑科技的发布会了。通常当我们说到无人机，想到的一定是4旋翼的那种无人机了。为什么无人机基本都长着4个旋翼呢？因为从结构到控制再到算法都是相对比较容易的。正好我上一期讲到了直升机的旋翼在构造上是多么反人类的，而且其实已经讲的是蛮复杂了，但还是没有讲到直升机究竟是如何实现前进后退左右移动的。原因就在于它真的是太复杂了，要细讲的话又得要单独再说一期。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的话，这个倒是可以期待的。而说回到4旋翼的无人机，你去看看它的旋翼和旋转轴的结合部分就简单干脆太多了，可以算得上就是一个硬连接了。那它怎么就能轻松的实现在空中的自由移动呢？这就得益于它有4个旋翼了，而且每个旋翼的输出功率都是可以单独调整的。所以当它想要前进的时候呢，就把前面2个旋翼的输出功率降低一些，而把后面2个的输出功率调高一些，这样它的姿态就会变为前倾，在反重力的作用下呢，就可以往前飞出去了。同理向后、向左、向右飞也是这么来操作的。需要多说一点的是左右转向，这个呢就有点像是坦克履带的转向了。
坦克转向的时候呢，一边的履带动得慢，另一边的履带动得快，于是动得更快的那一边就把车头的方向推向动得较慢的那一边了，从而实现了转向。那4旋翼无人机靠的是让与转向方向相反侧的旋翼转得更快，来获得一个与空气之间更大的摩擦力，从而把自己推到另一个方向上面去了。当然，因为空气的摩擦力肯定是要比地面低了很多，所以4旋翼无人机的转向效率也是比较低的。总的来说，以上这些都很好理解，也很简单，对吧？所以才让无人机的应用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 Vlog 拍摄到电影制片，从科学考察到户外搜救，从通道巡检再到智慧农业。好，既然这4旋翼的无人机都这么好用了，那为什么还要搞2个旋翼的无人机呢？你光是想想就会觉得它飞起来肯定是没有4旋翼那么简单的嘛。那这个飞行控制本身是超级复杂的哦。对，飞行控制是很复杂，因为它会摆来摆去。对，它会摇晃，它会摇晃。这个摇晃以后呢，会产生一个钟摆效应，是会叠加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呢，它必须在这个里面能够有一个这个控制速度呢是每秒钟200次，所以它速度很快。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 IMU， 就是动量检测单元。这里面是它的这个飞控比较复杂的东西。这里面就是我们的飞行控制系统，4。这里面有6个动量检测单元，就是各个方向的动量检测。在飞机飞的过程中，它相当于是小脑。然后呢，它检测到飞机，比如说倾斜了，这时候马上告诉，以前的4旋翼比较简单，告诉前面2个加速一点，平回来了。对。在平滑的过程中，你飞机总能输出功率增加了，所以又会往上升，不对，你要总功率下降，前面2个增加一点点，这就是 PID 算法，控制算法。而这个就更难了，一旦当它检测到机头往下坠了，这个时候飞机要怎么控制才能够把飞机平回来呢？就要控制这个的转向以及风速的变化，就是转速和倾仰角度的变化。对，这里面的算法就多了一个维度的难度，你要控制角度，而不光只是功率的输出。以前4旋翼只要控制功率输出，对，叫做电子调速器。电调，对，所以那个很简单。而这个呢，除了电调，还有4伏，就舵机。对，舵机，然后来角度。对，就有了控制面的这个理论，所以难度就在于此。对，那飞行稳定性上面来讲的话，就这个跟那个4旋翼来讲，就比如说这个加上了那个就是更智能化的控制，算法好，这个会更加稳定，会更稳。它其实是一个吊装结构，2个螺旋桨吊着它，然后呢，下面只要你控制的够快，上面哪怕风再大再震动，它下面可以完全不动，就跟相机云台上一个道理啊。对，只要是它的这个速度够快，对，只要它控制的速度够快，它完全可以实现底下是不动的，这里面透露了一个未来，这里面有一个未来很有想象空间的地方，是有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空中平台，它是不是可以实现摘果子呀？是不是可以实现更加精细的操作？比如说我悬停在那里打结，甚至是捡东西。以前那个飞机是做不到的，因为它一旦动，整个飞机都在动，对吧？它是固定的4旋翼结构，对，也就是它要为了保持飞机的稳定，比如说一阵横风吹来，飞机必须这样斜的，它才能定在那个地方，它要对抗那个风，这个不用，这个我只要这是螺旋桨动就行了，然后下面可以稳住，对，好玩吧？所以你有这个新的很有意思，对。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这次的发布，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发布了一个新的空中平台，一个更加稳定、适合于未来农业精细化管理的。完全无人化操作的，比如说我要去地方抓取一个虫子来做采样，对，然后剪掉一个虫子，然后打到海里面就飞回来。是的，吊装平台多么有想象力，利用先进的算法和强大的算力，使旋翼实时根据环境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姿态，让吊在它下面的作业平台纹丝不动，从而可以执行非常细致的工作。然后呢，还有这台同样也是颠覆了我认知的农业无人车了，它居然跟终结者都扯上了点关系。它用的是我们同样的 Super X 的控制系统。我们不是飞完以后对地图建完模了，我们知道每一棵果树，其实我们的测绘飞机也是带 RTK 的，也就是说，在你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或者一张3维地图，但实质上它里面的每一棵像素都有一个绝对坐标点。毫米级的坐标点，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你仔细想，比如说我这个车上完全不用装任何摄像头和雷达，我的成本可以降到很低，但是呢，它精准的知道在你旁边有棵果树，因为它有因为它可以获取那个数据，它是实时在云端获取那个3维地图的数据，对，然后呢，它知道这台旁边的多少毫米处有一棵果树，然后呢，对准它进行喷洒，农药一滴都不会浪费的，这就比原来这个人一样了，人最精准，因为人知道果树在哪，然后喷完下一颗，它就跟人一模一样。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特
特斯拉一样，我们不需要在上面装什么复杂的激光雷达，因为那一个雷达就10万块。或者复杂的这个雷达成像，超声波雷达，我们只要让车能够自主的、精准的行走，它上面的云台就会精准的执行喷洒、对播撒或者是播种，对，或者割草。所以这个就是本质上还是来自于算法。所以这个东西你看上去好像是一台很傻的一个喷雾车，但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智能的啊。就是我们总以为农田里的机器人，它这个就是个机器人，no， 它只是机器人的一根手指而已，大脑在云端。对，就我们没有必要把那个机器人每一个机器人都是弄得那么复杂。对，你里面装一个什么 ND， 对，都要有眼睛，都要有什么不对。你的手指去执行的时候，你的眼睛是它的，脚也是靠这个眼睛，所以我们是一个中央大脑。对，然后呢，通过一个末端的执行机制，所以农田里的机器人其实本质上是只有一个的，全世界未来可能就只一个机器人，而它只是它的一个执行力啊，是不是？对，有点像是天网的那种天网的那种感觉，对，是的。说到这儿，还会有人认为农业就是一件面朝土地背朝天的枯燥乏味，只是靠体力的事情了吗？我已经不这样认为了。相反，我觉得未来的农业是一件多么酷、多么极客的事情，已经酷过了我曾经非常羡慕的像美国农业那种在巨型的农场当中靠巨型的农机来耕种收割的场景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酷只属于我们中国。跟美国这种一个农场就上百公顷的规模化农业不同啊，中国的农业属于典型的小农经济，受限于土地规模和产值，我们的农业没有办法使用大型的农业机械来生产，所以农产品基本上就是在本地市场流通，很少参与到听起来就相当洋气的国际市场期货交易。这个我们的直接印象就是中国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国际流通程度都远低于像是美国这样采用规模化农业的发达国家。在这里啊，它仿佛永远就是一件苦、累、穷、土的事情，但真可谓是风水轮流转啊！曾经制约我们的小农经济，却在今天这个智慧农业的时代变成了优势。原来就是由于受到了地形条件的制约，在传统农机望而生畏的地方，才给既小巧又智能的无人机留出了施展拳脚的空间。就是因为农户小、规模小，才使得他们既灵活又敏锐，可以快速地适应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升级，对农产品高品质和多样化的要求。就是因为曾经的中国农村是经济的低洼地，才使得它成为新技术、新金融的最佳爆发点，很容易就炸出了一串好成绩。那句话是怎么来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智慧农业的制高点无疑将会在我们中国出现，我们共同期待吧。我是火箭树，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